她曾是一位出身名门、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，却意外成为了香港动作电影的打女代表。她祖籍福建，出生于马来西亚，成名于香港，扬名于海外，是叱咤香港影坛且享誉国际的武打女星。她就是集刚强和柔美于一身的东方女侠杨紫琼。从香港动作片的打女到奥斯卡首位华裔影后，杨紫琼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。1962年，杨紫琼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巨富之家。她的祖父杨景坤是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县人，也是20世纪30年代只身下南洋打拼的第一代华人。独具慧眼和商业头脑的他，创办了劲打巴士公司，一跃成为巴士大王，被誉为马来西亚交通之父。杨紫琼的父亲杨建德除了是名出色的律师外，还涉足重毒产业，在当地政商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并因其杰出的贡献被马来西亚政府册封为拿督。而他的母亲谭慧珍也是一位事业型女性，不仅拥有餐饮集团，还担任多个慈善机构执行长。由于是名门望族，因此家中人口众多。杨紫琼除了有一个同母的胞弟杨南日以外，还有14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。家境优越的她从小就享受着良好的教育和培养。杨紫琼从4岁起就开始学习芭蕾舞、绘画和钢琴，并且在课余时间练习了游泳、跳水和马术。她还曾经代表马来西亚参加过跳水比赛。15岁那年，她前往英国皇家舞蹈学院主修芭蕾舞，可惜一次训练中的意外导致其脊柱损伤。这次受伤也直接导致了杨紫琼的舞蹈梦碎。万般无奈下，她只能转修编舞和戏剧艺术，并于1982年以创意艺术学士的身份毕业回国。之后在母亲的劝说下，参加了大马的选美比赛，并凭借非凡的气质一举夺冠，成为马来西亚小姐。此时的杨紫琼原本可以过着名媛般舒适的生活，也许是养母本身就是事业型女性的缘故，因此时常鼓励支持杨紫琼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事业。此时一个男人的出现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，他就是杨紫琼事业上的贵人，同时也是她的第一任丈夫潘迪生。这位潘迪生是当时香港最杰出的年轻富豪，做品牌代理生意起家的他是当年最红的商界才俊。潘迪生对杨紫琼可以说是一见钟情，两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很快就聊到了一起。为了追求心目中的女神，他邀请杨紫琼前往香港，并安排她与正当红的周润发、成龙合拍广告。其实也是运气啊，而不是我选择。我很多时间就觉得这个娱乐圈是选择了我。为了捧红自己的心上人，潘迪生可谓是不遗余力。1984年，他入股洪金宝的德宝影业，成为最大股东，并在之后收购了邵氏的众多院线。有如此贵人相助，杨紫琼迅速在港圈崭露头角，并很快出演了她的首部电影《猫头鹰与小飞象》。虽然整部电影是以喜剧为基调，但由于片中许多台词映射出了底层人的辛酸，因此得到了不少的升华，使得口碑票房双丰收。杨紫琼在片中本色出演了一位家境优越的女教师，虽然只是一个花瓶，但在拍摄过程中却让她感触极深，特别是面对影片中问题学生的灵魂拷问时，对她本人的代入感极强，因此演得更像是真情流露。我叫刘小丽，今年19岁，想来找工作做，最好什么都不用做，光是睡觉每个月拿8万，有没有啊？你这种态度怎么能重新出来社会做事？在座的有哪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不比你丰富啊？你见过的坏人最多是随地吐痰，在电梯里面抽烟，借了钱不还。你做梦也想不到一个15岁的人要养7个弟妹，一个好赌的妈，一个整天喝醉酒的爸爸是什么样子吧？你的命生得好，不愁吃不愁穿，念书不留级，老爸老妈带你出国旅游，你以为挤公共汽车吃小摊子这些就叫体验人生吗？命生得好不是有罪，可是你天天都跟我们说这些不切实际的话，没有人会觉得你苦口婆心，只会认为你在这说风凉话。我14岁就出来混了，被人家毛手毛脚的，17岁在酒廊做陪酒的。我们的世界跟你的世界完全是两回事。你以为我生在有钱人家娇生惯养的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只是不忍心看见你们这些有为的年轻人自暴自弃。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做我们的榜样？有谁不知道在工厂做拿60块钱一天也能够维持生活呢？我就是不服气，为什么有人可以吃鱼翅坐 Benz， 而我生下来就要吃不饱穿不暖？成就是自己争取回来的，你当然可以争取，因为你接触的是上流社会，运气好的话还可以钓到个金龟婿呢。哼，我们呢？大不了过2年找个做苦工的嫁了，生一大堆孩子，穷一辈子。我告诉你，这儿不会有2个以上的人同情你的。此段对白似乎也预示了杨紫琼未来的转型之路。现实生活中的她从小衣食无忧，如今进入演艺圈又有贵人相助，可以说是一帆风顺。当时的她自然很难体会港圈的内卷以及演员的不易，照此发展下去，她多半会成为受人白眼的资源咖，或者是有着好资源的花瓶。而这一切显然不是杨紫琼想要的。天生要强的她迫切地想通过更多的努力，打破自身阶级带来的约束，寻找更多可能性的方向。为此，她不惧艰辛，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武打女星的赛道。
杨紫琼应该称得上是武打女星里的标杆人物，尤其是她的拼搏精神和敬业态度一直备受推崇。作为富家千金的她，明明可以选择躺平，却偏偏要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。在如今的演艺圈，能够对标杨紫琼的人已经不多了。1985年，洪金宝敏锐察觉了香港电影市场的新动向，建议老板潘迪生拍摄以女性为主导的动作片。而此时的杨紫琼也急于突破花瓶的束缚，寻找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赛道。为了让自己的女友在演艺圈站稳脚跟，潘迪生为她量身打造了电影《皇家师姐》系列。该系列开创了动作片的新玩法，片中英勇无敌、大杀四方的换成了女性角色，而通常主导动作片的男性角色则沦为了陪衬。为了演好这一特殊角色，杨紫琼付出了极大的努力。开拍前半年，她就进入洪家班学习武术。虽然有着不错的舞蹈基础，但对武术一窍不通的她并不是所谓的练武奇才。她能做的只有日以继夜的刻苦训练，反复练习。在拍摄过程中，杨紫琼流过泪，受过伤，但她始終咬牙堅持，一次又一次完成高難度動作。一位富家千金能有此毅力，也讓洪金寶等人甚為欽佩。楊紫瓊算唔算啦？我算係，你話佢係咪啊？佢係武打巨星，但係佢唔係武打，唔係好似你哋咁出嚟。佢本土出身，佢本土出身，佢有，第一佢有武底唔緊要，第二佢真係亦練過好耐，練咗好耐，花好多心機，花好多心機，佢呢個喺個動作上面練咗好多嘢。好在不懈的努力和付出終究得到了回報。皇家師姐上映後收穫了不少讚譽，許多觀眾感嘆原來女演員也可以騰空摔打，無所不能。此時的楊紫瓊不再是那個只會舞蹈的富家小姐，而是身手敏捷、動作幹練的武打女星。隨着皇家師姐的成功，德寶電影公司趁熱打鐵，又為楊紫瓊制定了皇家戰士和中華戰士。看這片名就應該有所覺悟，既然已經升級成了戰士，那麼動作戲自然也跟着全面升級。這次楊紫瓊不僅要駕駛飛機，還需要使用各種武器，難度係數和危險性可謂是增加了不少。儘管在拍攝過程中曾被對手踢得微血管爆裂，但影片的成功不但鞏固了楊紫瓊的打女形象，還在當時的港圈掀起了一陣打女熱潮。然而就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，她卻選擇了蜥蜴。1988年，楊紫瓊與自己的伯樂潘迪生結婚，然而這段看似門當戶對的婚姻卻只維持了3年。顯然養尊處優、相夫教子的生活並不適合她。在豪門闊太與功夫女星之間，楊紫瓊還是選擇了後者。1992年離婚後的楊紫瓊火速選擇了復出，並參演了成龍的電影《警察故事3超級警察》。如果說之前的成功是依靠逆天的資源，那麼如今的她靠的就是那永不服輸的拼搏精神。作為復出後的首部作品，楊紫瓊尤為看重，面對各種危險動作，她都嘗試親自上陣。其中有一場飛車鏡頭，在拍攝前她根本不會騎機車，但為了呈現更好的效果，她在1周的時間裡努力學習。拍攝過程中儘管做足了所謂的保護措施，但機車凌空飛起時，她的腳踝依舊在撞擊中受傷。當時的楊紫瓊已經疼到流淚，並且無法站立。然而當導演趕到拍攝現場時，他問的第一句話卻是剛才拍攝的效果如何。看到導演欲言又止的樣子，他明白剛才那條並不行，於是他擦掉眼淚，僅休息片刻就再次投入到拍攝當中。這種例子在整個拍攝過程中屢見不鮮，就連成龍也對他的敬業精神大加讚賞。警察故事3上映後取得了口碑票房雙豐收。儘管1992年號稱周星馳年，該年香港電影票房前10，周星馳一人獨佔前5，但該片依舊以3260萬港幣進入年度前10。雖然在香港票房略遜，但在其他地區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尤其是在台灣省大賣3.1億新台幣，創下票房紀錄。該票房紀錄保持了16年之久，直到2008年才被海角7號打破。另外，該片在北美同樣收穫了1727萬美元的高票房，這也為楊紫瓊日後進入好萊塢打下基礎。隨後的1993年是楊紫瓊演藝生涯中最高產的一年，該一年她先後出演了《太極張三豐》、《東方三俠》、《超級計劃》等6部影片。由於時常挑戰高難度的武打場面和危險動作，因此楊紫瓊成功的被保險公司拉入了黑名單。我們之前我們有3個演員，就是成龍、李連杰跟我們3個都買不到保險的。顯然保險公司的做法是明智的。1995年在拍攝電影《阿金的故事》時，有一場戲需要恐高的他從18米高的橋上跳下，結果這一跳不但摔斷了3根肋骨，還摔壞了頸椎，這也是他離死神最近的一次。至於楊紫瓊拍攝動作戲時為何如此拼命，也是很迷。也許真像他說的那樣，是一時上頭，壓根沒考慮後果。為
什么呀，Michelle？值得吗？真的值得吗？就算不是父母心疼你，你自己觉得值得吗？但是你那个时间你做，你没有会想到会受伤的吗？或许正是杨紫琼这种拼搏精神，让好莱坞注意到了她。自此，她的事业即将更上一个台阶。为啥杨紫琼能在好莱坞混得越来越好呢？她在好莱坞的实际究竟如何？是否具备了独立扛票房的能力呢？1997年，杨紫琼受邀出演《007之明日帝国》，这也是她闯荡好莱坞的首部作品。作为詹姆斯邦德007系列的大热 IP，杨紫琼的加入可以说是影片的一大亮点，不但使得影片的动作场面更为精彩，还打破了以往007唱独角戏女主只是花瓶的常规。杨紫琼在片中有较重的戏份，且表现很加分。该片最终收获了 3.33 亿美元的高票房，位列当年全球票房榜第4。无奈该年泰坦尼克号横空出世，以 22.01 亿美元的总票房获得断层第一。2000年，杨紫琼出演李安导演的《卧虎藏龙》。其实该片除了杨紫琼，其他主演都并非是导演首选，只因李连杰和舒淇分别因故辞演，因此换成了周润发和章子怡。而在拍摄过程中，杨紫琼不慎受伤，导致之后的剧本做了修改，以至于戏份变少。正因如此，杨紫琼与章子怡谁是该片的女主，也成为当时粉丝互撕且讨论较多的话题。直到导演李安出面澄清，该片是双女主架构，金马金像也是双提女主。只不过在英美颁奖季，制片方考虑到章子怡是新人，为了有机会冲击奖项，因此由主转配。那些说章子怡是三番女配，或者是开除杨紫琼女主地位的，都可以消停了。卧虎藏龙的北美票房居然高达 1.28 亿美元，至今依旧是北美外语片票房冠军，同时在欧洲多个国家保持华语片票房纪录，反倒是在亚洲地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火爆。卧虎藏龙最终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，该片不但让周润发吃到了一波好莱坞红利，也让章子怡成为华语大导演们日后的收割机。然而此时的杨紫琼却有了自主创业的想法，同年她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Musical Film， 并耗资 1.5 亿开始筹拍电影《天麦传奇》。该片由12个国家的300多人参与制作，还请来了电影《卧虎藏龙》的摄影师，刚拿下了奥斯卡最佳摄影的鲍德西担当导演。该片历时2年在中国甘肃敦煌取景拍摄，国家电影总局也很给杨紫琼面子，一刀未剪直接过审。自此《天麦传奇》也成为首部内地与亚洲其他地区同步上映的影片。尽管在内地收获3000万的票房，位列年度票房第7，负责发行的博纳影业于东依靠此片一战成名，但对于杨紫琼来说，一部国际化标准的大片在海外市场的成绩不佳就是不折不扣的失败。作为一部探险夺宝题材电影，大家看到了杨紫琼想成为超级英雄的野性。片中她是唯一没有缺陷的英雄人物，也是剧中其他配角的灵魂工程师。另外，即便《天麦传奇》在剧情和特效上备受吐槽，但仍然不能忽略它的镜头之优美，配乐之动听。该片也是杨紫琼在内地独扛票房的最后一部作品。8年过后的一部《剑雨》虽然现在口碑极佳，但6000多万的票房成绩显然在当时并不理想。2004年，杨紫琼联合环亚制作了电影《飞鹰》，并请来正当红的任贤齐和李冰冰为其作配。虽然该片剧情太过老套，依旧没能激起多少水花，一度被认定为是国产版的蝙蝠侠，但他骑车飞越长城那一幕依旧成为影史经典。连续监制2部电影均未能取得成功，这让杨紫琼内心很是受挫。之后他陆续主演了2部争议比较大的电影。2005年，他联合巩俐、章子怡出演《艺伎回忆录》，该片汇集了当时华人圈最火的3位女星，然而却遭到了中日2国观众的一片谩骂。国人观众喷的多数是因为角色及形象问题，而日本观众则认为本国的文化却要请外国演员来演，这让他们难以接受。不过该片最终收获 1.62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，豆瓣近20万人打出了 7.5 个高分。不得不说，进入新世纪的那几年，章子怡确实凶猛，短短几年间就出了2部破10亿人民币票房的电影，国际章的称号确实当之无愧。而杨紫琼在片中的表现依旧中规中矩。2011年，她又主演了传记题材电影《昂山素季》，该片讲述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、缅甸著名民主人士昂山素季的传奇故事。影片播出后，杨紫琼收获了不少赞誉，却也因此被缅甸军政府列入了黑名单。从此，她将不得进入缅甸境内。之后，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，杨紫琼在好莱坞很少能接到女主剧本，基本都是女2、女3，甚至各种边角料角色。2018年，她以女2身份出演电影《摘金奇缘》，该片以3000万美元的低成本，
收获了全球 2.3 亿美元的高票房，并且连续3周成为北美票房榜的周冠军。此时杨紫琼的星途似乎基本可以盖棺定论了，毕竟即便是在国内超过50岁的女星，还能够接到女主剧本的都寥寥无几，更别说她一个亚裔女星在竞争激烈的好莱坞了。然而东方性格的坚韧不屈让她并没有选择吸引享福，而是依旧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迎接机会的到来。此时的她一定不会想到，在60岁那年她的事业还能再上一个台阶。一位60岁的女星还能在好莱坞出演大女主，关键是还获得票房口碑奖项3丰收，你敢信？这部电影叫做《瞬息全宇宙》，当然它还有一个比较亲切的名字，妈的多重宇宙。该片的主演就是功夫巨星杨紫琼。整部电影仅投资2500万美元，却在口罩期间斩获 1.434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，口碑赞誉更是刷爆外网， IMDB 评分高达 8.7。 尽管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，该片在国内的口碑两极分化非常严重，但至今依旧有近60万人在豆瓣打出了 7.6 的高分。另外，《瞬息全宇宙》可以说是横扫电影界，成为世界影史上获奖最多的电影，由主要电影机构颁发的奖项就达到惊人的158项，远远超过了此前榜首《指环王3》的101项，其他小机构影评所颁发的奖项更是不计其数。而杨紫琼则凭此片在全球获奖无数，并成功拿下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，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影后的亚裔女演员。另外，她还登上《时代周刊》成为年度偶像，并被白宫授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。一时间，杨紫琼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女星，片约更是排到了2028年，就连万众瞩目的《阿凡达3》中都将有她的身影。其实，《瞬息全宇宙》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，个人认为是它反映出了美国社会当下的主要矛盾，比如少数族裔如何融入美国社会的问题，夫妻之间的家庭伦理问题，以及母女之间的代际问题，因此得到了西方不少观众的共鸣。其实有点像一部披着科幻片外衣的家庭伦理剧，说实话本人看了2遍感觉很难带入共鸣，也许是所处的环境不同，硬是没怎么完全看懂，因此对剧情内容不做过多表述。但有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，那就是杨紫琼的演技。影片中的她一人千面，在性格、身份、职业完全不同的自己间来回横跳，不同角色间的转换还要无缝变脸，表演空间很足的同时也非常具有难度，几乎一大半的镜头都是对脸近景。2个小时的时间里，她几乎演遍了所有类型的电影，可以说奥斯卡影后的确是实至名归。